今天我们将深度聚焦在日本两大指标企业的治安事件上，啤酒巨业龙头阿萨希遭害，以及汽车业龙头 Toyota 因为供应链遭到勒索软体攻击。我们将深度剖析这两个看似独立却共同指向一个致命的共通点，就是供应链的攻击发生破口以后的连锁效应。无论是发生在自家的内网横向移动，还是来自供应链的外部攻击，都已成为巨头们最脆弱的阿基里斯腱。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治安简报室收听第12集，我是主持人 Eric。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要跟我们的忠实听众说声抱歉，我们在上一集有预告说我们要讲 Jesse 里的 Firewall as a Service 以及 SD-WAN 的整合应用。但是这一周制造业发生了这两起影响深远及指标的重大治安事件，我必须打乱原本的计划，优先为大家进行深度的解析。在这个技术主题后，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承诺，我们会在下一周为大家补完整的 SASE 里面的 Firewall as a Service 以及 SD-WAN。这是一个专讲治安的频道，还没有订阅的大家赶紧订阅起来，有你的支持，我们能一起走得更远。让我们一起来进入本周的节目。第一则百年酒厂的数位危机，阿萨希遭麒麟集团入侵，勒索软体攻击，让它整个营运消荡。时间来到日本时间2025年的10月10日，今天录制的时间是10月15日，所以我想要赶快的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知名的啤酒制造商朝日集团，也就是阿萨希，证实内部系统遭到网络攻击，导致部分业务受到影响。随后，一个自称为麒麟的骇客组织，在暗网泄露网站宣称为此次的攻击负责，并扬言窃取了超过27GB 的敏感资料，这里面包含了财务报告、员工个资与合作伙伴的合约。讽刺的是，麒麟正是 Asahi 在日本最大的竞争对手。截至目前为止 ，Asahi 官方并未披露是否跟骇客谈了赎金的细节。根据治安公司Resecurity 的初步分析，麒麟组织并非是一个全新的骇客集团，它的攻击手法和知名的勒索软体家族 Brightbyte 以及 Lockbit 有高度的相似性。他们的攻击模式通常会遵循下列的方式：在一开始入侵时，他们会透过购买这种存取凭证，有一种供应商叫做 IAB， 叫 Initial Access Broker， 他们会去提供这种初始凭证。这个凭证是我要进去，我都进这个家里面，我要去开那个钥匙。他其实已经去大量偷到了这把钥匙，然后在暗网上面去贩售这个存取权。这个骇客可能是去购买了这个存取权，那也有可能是利用企业的对外服务，例如 VPN 的弱点，或者是远端桌面 RDP 的弱点，进一步取得进到公司内网的可能。它也有可能是用这种 email 的形式去渗透到某一个员工，让某一个员工可以进到内网，所以他有第一个动作。Resecurity 推断他们是去购买了这个存取权。好，那进到内网以后，他们再来的就是横向移动。横向移动才是这个灾难的起点。一旦进了内网，他们就会利用渗透工具，四处的去探查、寻找高价值目标，例如去找到 DC， 或者找到档案伺服器、找到资料库。如果找到 DC 的话，他们会去提升它的存取权，寻找或者是去寻找这种设定不当或未修补的漏洞，将权限从一般的使用者提升到管理员。那提升到管理员以后，窃取的资料以后，再把整个系统做加密。好，那部署这些勒索软体前，他们会把这些敏感资料复制回骇客的伺服器，然后进行双重勒索。那Asahi这个事件呢，它不仅仅是27GB 的资料外入。那相对于这个数字，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是美国的一个石油管道公司 Colonial Pipeline， 他们调的资料是100G， 或者是 JBS 他们调了50GB 的资料。27GB 它看似不大，但是其中却包含了财务合约的敏感资料。那这里面的价值可能是更高的。那如果你是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我们的话，我们会上面有一个比较的表格，我们可以看这个比较的表格。对于制造业来讲，这里面敏感资料掉了以后，它还冲击了这个营运中断，然后它是一种双重勒索，因为它勒索说，我手上还有你的机密资料哦，我拥有你的机密敏感资料，然后你现在的系统被我们加密了。所以它有两件事情是
被威胁的，就是掉资料，然后有中断服务。这个产线是否停摆呢？目前看起来是有停摆的现象，从外部新闻上看，但 Asahi 并没有说它的产线是否停摆。那如果我们参考先前的 Toyota 的案例，骇客其实只要瘫痪了 ERP 或瘫痪了 OT，它其实损失可能就是很剧烈的。好，那我们延伸来讨论，这个麒麟是谁呢？这个组织很有可能是鳄鱼系骇客的品牌重塑，它的主要目的是制造混乱并挑衅，然后他们选择的目标是像Asahi这种国家具指标性的企业，攻击这类目标能够带来巨大的媒体曝光度和心理压力，使受害者支付高额的赎金。被勒索过的大型企业受害者名单非常的长，跨各国产业，像美国刚刚讲过的这种化石燃料管道的营运商，以及全球最大的肉品供应商 JBS，那 JBS 是被Revivo 攻击的。台湾的电子大厂，例如广达、人保。都曾经被 Revivo 或者是 Luckbee 锁定。他们的共同点是在于业务高度依赖 IT 以及 OT 的系统，无法长时间承受营运的中断。那对于企业来讲，我们如果要防护这个边界，其实对外这种VPN 啊、RTP 的服务啊，其实都要启用多因子认证，然后以及去修补这种漏洞。那实施这种纵深的防御，我们必须假设骇客必然会进到内网。那关键是如何限制他们的活动范围，此时就要导入微分段 micro segmentation 的技术，这是抵御横向移动最有效的策略之一。传统的网络隔离，例如 VLAN，它是为不同的部门划分不同的楼层，但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装置仍然可以自由的沟通。那微分段就是向每一台重要的伺服器、每一个产线盖一个独立的防火墙。在上面制定严格的白名单，只有允许的必要、合法的连线通过，我们才能让它连线。那经过这一次Asahi的事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骇客进到你家，如果你是一个开放的大平层，从客厅到卧室到书房都能够畅行无阻，你的内部防御能够防御这种横向移动吗？传统的防火墙是在盖城墙，那敌人只要进到城内，我们就没有辙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要提倡微分段的技术，在城内每一个建筑的重要周围都盖立一个独立的围墙。说白话一点，就是我们只靠大门的警卫去允许他能不能进来，还要去做更严格的隔离。例如，我们每一台核心的主机都要去配上一个私人的保镖。可以想象一个情境，就是如果这是我们的社区大楼。然后我们进到社区大楼里面，门口的警卫会去辨识这个人的身份，他是我们的住户，他才放行进到我们的社区里面。那我们进到社区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还有一个门锁，这个门锁就像刚刚原本的那个 VLAN， 就是这个人可以上到这个楼层，那开了这个门锁进到了这个屋子里，这个屋子里面有客厅、有卧室、有书房、有厨房。它每一个环节它都能够自由进去，因为它已经进到这个大门里面了。好，所以如果我们要有深刻的保护，是应该要有每一个人都要做检查。因此，在产线上面，我们是必须要更严谨的。像刚刚的例子，它如果资料被偷走，不能营运了，事情是更大条的，所以它要有更严密的监控，甚至是说，这个是有价值的地方，你应该要放一个独立的保险箱。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微分段是，它已经细致到每一个服务都有一个独立的保险箱，还有独立的锁。所以当骇客进来，他没有保险箱的开启方法，没有这个抽屉的钥匙，它是打不开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核心是，我们要把它切分的更细。它的中文通常翻译叫微分段嘛，那英文叫 micro segmentation， 就是要把它再切的更细致一点点。那这个技术的价值是可以把大事化小。我们可以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一个攻击就让公司的全面停摆，那它就会是非常严重的。我们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就先把它限缩在一个很小的攻击面，真的被入侵了，它也碰不到那个敏感的资料。我已经把我的护照、我的家里的房地契好了，就锁在了保险箱里面。就算我门口的这个入口钥匙被入侵了，我也不一定会调我这些敏感的资料。好，所以保险箱还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用这种保全来想这件事情。我常常戏称说，
做资安就很像在做保全，用保全业来想资安的故事，其实是很通畅的。那以上就是Asahi这个事件。那我们接着来进入第二则新闻。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故事，这个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四两拨千斤。我们把时间倒转回2022年的2月26号，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爱知县丰田市，丰田市就是那个 Toyota 的核心零件供应商小岛冲压工业的机房发生了异常事件。那 IT 人员很快的就确定了最坏的情况，他们被勒索软体攻击了，而且锁定的不是普通的电脑，而是用来接收 Toyota 订单零件管理配送的受发注系统。这一套系统正是 Toyota 引以为傲的即时化生产 JIT 模式的数位心脏。周六当晚，这颗心脏停止跳动，小岛工业立刻通报了 Toyota。整个周末气氛无比凝重。到了隔天2月27号星期天， Toyota 的高层在评估冲击后，决定做了一个极罕见且痛苦的决定。他们宣布隔天星期一，日本全部14座工厂全部停工1天，同时他们立刻派遣了上百名员工，不是去抢修车子，而是去支援小岛工业抢救那套被加密的系统。2月28日星期一早上，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在日本的产线上一片寂静，仅是因为一家供应商的治安事件，就导致了 Toyota 1天之内就有13000辆车子无法生产，经济损失高达500亿日元。那这个攻击的幕后呢，是全球当时猖獗的 Rugby 2.0 集团。他们非常聪明，没有去挑防御森严的 Toyota， 而是选择了供应链上关键但防御相对薄弱的一环。专家推测，他们很有可能是透过未修补的 VPN 漏洞入侵的，在小岛工业的内网里面进行横向移动，最终精准的瘫痪了 JIT 系统。这件事情完美的展示了 JIT 系统模式的高效率，背后的高风险也暴露了。这起事件最值得关注的是 Toyota 的对应，他们不仅宣布了立刻停工，以避免更大的混乱，更派遣了约100名的员工进驻了小岛工业，协助系统复原。这显示出他们深知供应商的安危就是自己的安危。这事件后， Toyota 开始强力要求所有的供应商强化治安，并开始思考在 JIT 模式中再加入备援库存 just in case 的混合策略。这个对整个制造业的供应链管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对于这种供应商的风险管理，其实我们应该要开始设计一个定期对供应链伙伴的治安稽核以及风险评估问卷，甚至要建立备援机制或者是双资源机制。对于核心业务赖以为生的系统，例如 JIT， 它必须要有备援计划，不能单一依赖一个供应商的数据借接。再来是员工的治安意识训练，必须进行钓鱼邮件的演练，特别是采购部门、财务部门这种常需要跟外部接触的部门。在2022年的Toyota事件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假设现在骇客不是直接去打你，而是去打你的供应商，这个痛呢，比你的产线故障还痛。因为一家的零件供应商而停摆，这就是所谓的供应链攻击。其实是可以启动这种第三方的风险管理平台、风险评估平台，帮你去自动化评估我们的供应商的治安风险等级。那就我了解的，台积电就有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会去分析每一个供应商的治安风险，评估完了以后，他就会去邀你做风险改进跟改善。如果你达不到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成为他们的供应商。这样子可以有助于说，我们要在跟供应商签约或者是建立资料交换时，我们就先了解它的治安体质，避免因为供应商的治安风险而影响了我们产线上的营运。总体趋势来看，这个是从点到面，这个攻击从攻击企业本身扩散到整个有价值的产业链。所以本周的Asahi 以及 Toyota 的事件，虽然表面是独立的勒索软体攻击，他们共同的指向了一个更宏观、更棘手的一个趋势。骇客的攻击目标正从一个单一的企业扩散到整个商业的生态系，特别是防御相对薄弱的供应链。这不是空谈，根据 IBM 最新的威胁情资报告，近40%的制造业治安事件
都源自于供应链攻击，这个数字还在快速攀升。大型企业砸重金强化自身的防御，骇客正面的硬攻，它的成本太高，于是他们聪明的将攻击面转移到体质较弱，但同样能对核心企业造成伤害的供应商、合作伙伴上。冲击的连锁效应 ，Toyota 事件是最佳的例证。骇客瘫痪了一家零件厂，却成功的让巨头的产线停摆。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攻击效率极高，未来只会越来越多。趋势三，信任成为新的漏洞。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交换、系统借接是基于商业信任，那这种信任关系正在被骇客利用。我们过去只担心自己有没有漏洞，现在我们必须担心我们所信任的对象有没有漏洞。这意味着一件事情，自然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做好就好了，它必须是一整个生态系统防御的概念。除了我们在阿萨希的事件里面提到微分段来强化内功、缩小损坏外，我们更要向外延伸，建立起供应链风险的可视性。这两者一内一外是对抗新形态攻击的关键策略。好的，以上就是本周的资安简报室。我们从阿萨希的事件一直到 Toyota， 我们看到大型制造业面临的共同挑战，就是当自身的防御越来越强，脆弱的供应链就成了骇客眼中最肥美的目标。今天两个核心的 takeaway 就是：第一，骇客的横向移动不只发生在你的内网，更会发生在你的商业生态链中。第二，防御必须由内而外，用微分段去巩固核心，用第三方管理系统去巩固外部合作伙伴。希望今天的内容能成为你内部教育里的绝佳素材。那下一集我们就会兑现承诺，为大家深入拆解 SASE Firewall as a Service 与 SD-WAN 如何整合，打造出新世代无边界的资安架构。特别是对于拥有多点分支机构、大量远距办公需求，或者是正在进行云端转型的企业，这将会是你不可错过的一集。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务必在 Apple Podcast 或者是 Spotify 上面给我们5星好评，并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按赞分享。我是主持人 Eric，我们下周见。